Hello，大家好。今天我就少一点闲聊，我们直接呢陪大家一起读一段，今天的六祖坛经。人真的还是要多读一些经典接受一些智慧和一些比较正能量的磁场频率的熏陶，这样子我们才不容易在这个社会上被很多的讯息，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似是而非的观念，去影响到我们的整个智慧和整个状态，会影响到。尤其是现在网络的时代脱离不了是非善恶对立的这种一些讯息，越有对立越有流量。所以说我觉得现代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有时候也许你认为接触到一些资讯，但是呢不知不觉当中潜意识已经被污染，或是说被影响。所以为什么《金刚经》它开头就要讲说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就是说其实呢要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和一个好的频率呢，本身就是一件功夫。当我们心中有很多的受到左脑知识上是非善恶，或是右脑情绪上的一种挑动，这个时候呢，你要如何降服这些是非对立，还有情绪挑动对我们内在智慧的干扰，这很重要。当一个人没有在智慧清明的状态下去做很多的事情，不论你是根据知识，不论你是根据情绪上很多的判断，其实那都是不那么客观的。有点像是佛家有个譬喻，人坐在船上，船在晃，在旋转，在水上飘，然后在晃动，然后它的方向在旋转。这个时候呢，你看着岸上，岸虽然是没有动的，可是呢，你看着岸上，你也觉得岸在晃一样。因为我们本身如果不平稳，那你看所有的事情也跟着在摆动。所以后面六祖坛经也有一段话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人们自己内心潜意识在动了，那这才是根本。心中有对立，心中有情绪，才有很多的观念和想法和后续的东西产生。那这个东西是一般人最不容易发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读经典非常好的一个原因之一那我们还是回到六祖坛经的内容，跟大家一起来读，我也在学习。昨天我们有聊到呢，六祖慧能呢，他佛缘很深，因为他不识字，而且在社会属于最基层的、最底层的人。在唐朝那个时候，没有网络，讯息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那他能够呢，在一个无意当中呢，在客店当中，在他送柴火到客店给这个客人的过程当中呢，无意间听到了客店中一个客人读诵《金刚经》的片段呢，他当下呢觉醒了、觉悟了，这个是很难得的机缘，也开启了他跟五祖弘忍大师的一个缘分。今天想要跟大家读的是一小段内容，今天要读的内容其实就只有几行，就是慧能缘分很深，他有个客人送他10两银子，让他呢把老母亲安顿好，然后呢鼓励他呢前往这个黄梅县东禅寺去礼拜五祖，得到这个五祖的教导。那慧能拿了钱之后呢，就将母亲安顿好，就跟母亲告别，之后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到达了黄梅县去礼拜五祖。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聊的就这几段话，就这几句话而已。这几句话看起来蛮普通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可以来慢慢的去品味它。这个首先呢，我一直也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唐朝当时10两银子到底相当于现在大概多少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想象这个问题？于是呢，我就用了我们现在的 AI， 我就用这个通译，还有用文心一言，我就问他说，唐朝时期的10两银子大概相当于现代的多少钱？那我从2个 AI 所得到的回答中，他们都是说大约在
相当于几万元到数万元到10万元人民币之间。就是唐朝时期的10两银子呢 ，AI 说差不多相当于现代的差不多10几万元人民币左右。那10几万人民币的话，感觉也不算非常多，但是我觉得还要考虑到当时的消费水准呢，跟我们现在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又问了 AI 一个问题哈，在 AI 的回答里面呢，他有说啊，在唐朝贞观年间呢，1两银子差不多可以购买200斗，差不多可以购买200斗的米。所以说，我就问了 AI 啊，我就问他说啊，那在唐朝的时候，200斗的米差不多可以让一个家庭生活多长的时间？然后呢，文心一言就回答我说呢，唐朝时期200斗的米差不多可以供应一个6口之家食用大约14个月的时间。就是说200斗的米对于一个小家庭有6个人的家庭来说呢，可以吃1年多的时间。那慧能的妈妈只有1个人，因为她跟妈妈相依为命嘛，所以说200斗的米至少可以供应她吃。如果说6口之家可以吃14个月嘛，那她只有1个人啊，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可以吃，相当于可以吃好几年？因为古时候消费最主要的开销其实也就是在吃上面，然后每天只要有饭可以吃就可以生活了。但是当然我为了要保守估计的话，我也要考量到一些其他的开销嘛，所以我想说保守一点，200斗的米，1两银子可以买200斗的米，可以供应6个人的家庭吃14个月，那是不是相当于慧能妈妈1个人而已？是不是6倍？那我就想说不要算那么多，我就简单算，可能至少可以吃个1两年吧，这样子应该算很保守。那1两银子如果可以，起码可以吃个让他妈妈生活1两年，那10两银子的话，就可以让他妈妈生活可能10-20年，相当于可以生活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你想想，六祖慧能砍柴为生啊，一天可能都赚没几个铜板而已。那10两银子相当于是一笔就是很多钱的感觉，就是1两银子差不多200斗的米，差不多可以提供6口之家吃1年多的时间。那10两银子的话，1两银子应该可以提供慧能的妈妈生活个1两年没问题。那10两银子可以提供她生活10-20年没问题。那这是一个很粗略的估计哈，不是很精准的。为了要让我们有一个大概的概念，说大概这个10两银子大概是多少钱。那如果说现在我们研究完了，对不对？大概知道10两银子其实可以让慧能的妈妈可以生活蛮长的一段时间，等于是可以让慧能放心的出远门，不用担心妈妈会没办法生活，因为他跟妈妈相依为命嘛，那妈妈都靠着他砍柴为生的收入在支应家里的开销。那现在有了这10两银子，慧能就可以放心的出远门去拜访五祖，可以去跟五祖求法，得到五祖的教导了。那这时候啊，其实这段简单的文字，我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你想想看，其实我读经典就会很喜欢去想象这里面的一些细节和画面。你想想看啊，如果说10两银子呢，相当于这么多的钱可以提供一个普通的家庭生活10几20年的时间没问题。那为什么一个客人会突然送慧能这么多的钱？然后呢，你看他这边文字只写说，有个客人取银10两给慧能嘛，让他作为老母亲的衣粮相当于生活费的意思。那客人怎么知道慧能有老母亲呢？然后怎么知道说慧能要去出远门拜访五祖的话，他要安顿好母亲嘛？所以说这边其实经典的文字当中，它也省略了很多的情节。所以从这边读，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有时候读经典呢，它是很精炼简单的带过一个过程，因为他不想要废话太多嘛。但是对我们来说的话，如果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其中的细节呢，对于我们的感受和领悟是会更有帮助的。所以说这里的话，我就会浮现一个画面你看啊，这个
有一个客人拿了10两银子给慧能，那这个客人感觉起来不是一开始读诵《金刚经》的客人，因为他说乃蒙一客，感觉是另外一个。相当于慧能他听到了一个客人读诵《金刚经》之后，他得到了他听得懂，然后有所启发，然后呢得到了另外一个客人换句话说，慧能他从门口走出来，听到了一个客人读诵《金刚经》，然后呢他听懂了，有所启发，从这里跳到一位客人拿了10两银子给他安顿老母亲，那这中间是不是省略掉了很多内容？从听到《金刚经》，开悟了，然后突然跳到说一个客人拿钱给慧能回去安顿母亲，让他可以放心去拜访五祖，中间是不是省略掉了一个内容，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一般在听比方说听老师啊，或是听一些讲经的，他们应该很少会聊这个东西吧？尤其是这个东西，这段文字感觉起来就很像是一段很普通的叙述而已，好像没有牵涉到什么佛理，大家应该很少会去探讨，就有点像《金刚经》的开头，一段很平常的生活描述，托钵化缘，就简单这样子描述过去了，不会去做很多深入的内容，对不对？但我就喜欢去品味这些内容。好，那从慧能听到了客人读诵《金刚经》，然后他觉醒了，到另外一位客人拿10两银子这么多钱赞助慧能回家安顿好母亲的生活费，然后可以放心的去礼拜五祖。那这中间有哪些情节可能有哪些情节是省略的呢？那我就开始联想一个画面，开始去感受，跟大家分享，提供给大家参考。因为经文里面没有写啊，但是你可以想象这中间一定省略了很多的内容啊，是吧？不可能听到一句不可能说听到金刚经，那突然跳到客人赞助他那么多的钱去安顿母亲，那客人怎么知道他的家庭状况呢？是不是？铁定跟慧能有聊过一些他家里的状况嘛？铁定有聊过说，那慧能如果要去拜访五祖的话，他有哪些事情是放心不下的嘛？铁定有聊到这些东西啊。然后呢，铁定呢有聊到说慧能的家庭状况、经济状况啊，所以说呢才会有人发心赞助他这笔钱，让他可以去求法，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合情合理的一种过程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想象啊，如果说以正常的这个情境，人与人互动的这个聊天的这个情境来讲的话，为什么会有一个客人那么感动，然后呢赞助慧能这么多钱呢？为什么？你可以去想象啊，假设换作是我们平常人在旅馆或是在什么场合，然后突然有一个人，他是一个没读过书的人，又是其貌不扬，又是社会的底层，他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他又是属于没读过书，然后又属于一个很低层的人。他突然你在读《金刚经》，他突然跟你说：“我听懂《金刚经》了，然后我开悟了。”那你会信吗？你会赞助他一大笔钱让他去学佛吗？你觉得会吗？那为什么这个客人会这么做呢？那我就联想到后面《坛经》有一段，就是慧能到了一个地方，有一个尼姑叫做无尽藏。那这个时候，这个尼姑她读的是《涅盘经》，那她跟慧能有一段对话。无尽藏读《涅盘经》，很多地方不了解，慧能告诉他说：“我字是不认得，但是呢，你可以把《涅盘经》的内容读出来给我听。那你有什么不了解的？你对其中的内容道理，如果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我可以跟你说。”那无尽藏呢，他就讲说：“那你连字都不认识，你怎么能够了解其中的道理呢？对不对？我们一般人或者是会这样子。我一本教科书，一本物理学，那你说我不认识字，但是呢，你里面物理学有什么不懂的东西，你可以问我。那大家会觉得说，你连字都不认识，你怎么可能会懂其中的知识内容，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一般的知识就是这样，你会觉得说，你连最基础的东西都不了解，你连专有名词，连最基本的文字、最基本的东西都不懂，那你怎么可能说你会懂
其中的很多的更深入的内容。但是呢，为什么慧能够做到说所有的佛经经典，你讲出来他就能够明白他的意思？因为所有的佛法，所有的经典本来就是要启发人的内在自信智慧的。那六祖慧能呢，当他受到《金刚经》的启发，他开启了他自信智慧，开启了他的内在收音机之后，他就透过他内在的这种感知能力呢，他就可以去领悟很多的事情。所以慧能跟无尽藏尼姑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些所有的经典当中，他为了要表达这种诸佛的妙理，就是说诸佛菩萨跟大众所宣讲的这些真理，这些内容呢，非观文字，就是说它不是文字相，不是我们一般左脑思维心去理解的。这什么意思？一般人认为说所有的知识要透过我们的左脑这种逻辑思维，这种知识上的分析、吸收和了解和思考去学习，还有去了解。但是呢，六祖慧能已经知道了，除了这个肉体的这些思维心以外，我们内在还有一个潜藏的这种感知能力，它可以接收到整个无限的智慧的来源。而慧能就是透过这种内在智慧，能够直接去了解所有这些佛所说的真理。因为佛也是一个开悟的人，佛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把内在智慧转成文字讲出来，然后后人整理成经典。所以说，慧能他在读经典的时候，他是可以用内在智慧直接去感受这些文字背后的道理，他就能够明白。所以说，虽然他不懂文字，不懂这些文字，但是他能够明白文字背后所传递的那一种佛陀源自于内在自信智慧的领悟，想要表达给世人，想要跟世人解除世人的疑惑，他想要讲的东西主题内容是什么？六祖慧能他能够真正的去了解这背后真实的含义。所以六祖跟无尽藏说，诸佛妙理呢，这些诸佛菩萨跟世人所说的这些经典里所说的这些妙智慧，这些道理呢，非观文字，它跟我们一般的知识是不一样的，它跟我们一般的思考不一样的，它不是透过文字相，也不是透过思考来去取得的，所以我们也不是透过文字相，不是透过思考去理解这些内容，而是要用这些智慧的取得，是诸佛也是内在的自信智慧去跟整体宇宙大道的信息场链接而得到的。然后呢，当我们要去感受和了解这些佛法经典的内涵的时候，我们一样是要用内在自信智慧去感受和接受这个频率，这些内容背后，然后呢，你就能够明白他要讲的是什么。他不是用左脑思维心去解读和思考的。所以说，诸佛妙理是非观文字的。换句话说，即使我知识上我不懂这些，不识字，知识上不识字，然后呢，也没有学习过这些道理，可是呢，我用内在自信智慧可以去直接感受和明白这些内容真正在讲的是什么，就是这样子。所以诸佛妙理非观文字。那我说的这个后面慧能跟无尽藏的这个六祖坛经中的这一段呢，我就是要讲的就是说，有可能一种画面就是慧能当下呢听到客人读诵《金刚经》，他虽然不识字，对不对？可是当下《金刚经》的内容，他当下就懂了。你想想看，我们一般人呢，如果你从来没有接触过佛经，然后你听到寺庙还是法师读诵一段经典，你听到你会觉得怎么样？巴拉巴拉巴拉啦，听不懂，一个字都听不懂，对不对？那如果你一个字都听不懂，你更不可能开悟吧？因为根本就你听到就是听不懂它是什么内容。那六祖慧能竟然听到人家读诵《金刚经》，然后他开悟了，就表示说他在听到人家读诵《金刚经》的这个
读诵《金刚经》，他铁定是照着《金刚经》文内容这样一直念下去，对不对？那慧能听到客人读诵《金刚经》的当下，表示说他已经听懂这些内容了，而且他这些内容的频率和他这些内容的启发性，让慧能当下就透过《金刚经》内容的引导，他发现了自己内在自信智慧的存在，而且他已经开始能够接收这个自信智慧的信息场这些讯息了，是不是这样？所以说从这边的一种联想，你就知道说慧能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他听到《金刚经》，他自己不识字，他听到别人读诵《金刚经》的当下，他已经明白了，而且他受到启发了。换句话说，我可以想象说，当下慧能听到《金刚经》启发的时候，他去问这个客人：“你读的是什么经典？”他们背后还有在聊对话更多的内容。那这个慧能可能就跟这个读诵《金刚经》的这个有缘的客人，他就说了：“《金刚经》他说了什么内容？那我有什么样的得到了什么样的启发？”那这个客人他自己本身有可能非常大的可能跟我们一般人一样，读诵经典，可是不了解它的内容。然后他看到说：“这一个砍柴的小伙子没读过书，竟然跟我聊起《金刚经》的内容，可以跟他在五祖那边听五祖说法的时候讲到一些内容是一样的。”这是我的联想，因为这个客人他在五祖那里，黄梅县东禅寺听五祖讲《金刚经》，然后呢，他一定觉得很欢喜，然后一定觉得很殊胜，所以他才会请《金刚经》回来，然后每天在这里读诵。那这个时候呢，突然一个砍柴小伙子在旁边听到了他读诵《金刚经》的内容，然后他过来跟我聊天，他说《金刚经》讲的这个内容怎么样，然后他有什么样子的启发和收获。那这个小伙子讲的内容，竟然跟在五祖那里听到的是差不多是契合的，那这个客人就会很惊讶。然后呢，旁边的其他的客人就围过来，看他们在聊这个东西，聊《金刚经》。那这些客人呢，估计也是对这个比较喜欢佛法的。然后呢，他就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相当于他们赞叹这个《金刚经》，确实五祖说这个《金刚经》很殊胜啊，大家受持《金刚经》能够见性。真的因为他遇到了这个慧能这个小伙子，就印证了五祖所说的《金刚经》那么殊胜，竟然一个没读过书的一个砍柴的小伙子，无意中听我们读了一下《金刚经》，他竟然就有开悟了，有智慧了，可以明白里面的内涵了，而且跟我们在黄梅县东禅寺听课所讲到的这些道理竟然是相通的。所以说所有的这个客人就围过来了，就开始讨论了，觉得不可思议。然后他们就开始觉得说：哇，你这小伙子不简单，你跟这个佛一定是有很深刻的缘分，你跟五祖一定有很深刻的缘分。然后他们就开始聊，鼓励说让这个小伙子呢去黄梅县东禅寺跟五祖见个面，说真的有这么样子一个普通的小伙子听了《金刚经》之后就觉悟了，要让师父知道有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印证了《金刚经》太殊胜了。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节是很合理的？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大家这样讨论之后，等于是显化和印证了《金刚经》的殊胜，还有印证了五祖讲课的内容。真的，《金刚经》是能够启发人的智慧的。那所有的客人，大家就是因为受到了这样子的感动，觉得说哇，太珍贵、太难得了，所以才会很发心，然后他们就会去聊到慧能的家境看到慧能是砍柴的为生的，铁定他是家里是没什么钱的，然后就聊原来他家里还有一个年纪大的母亲，他放心不下，因为黄梅县非常的远，我们后面也会讲，距离非常远，跟这个岭南这里南方这里很远，然后就考虑到这些问题，一去可能要非常长的时间，那母亲这些问题现实的问题，所以说所有的客人讨论，大家就赞助慧能一笔钱，让他可以把母亲安顿好，让他可以放心的去黄梅县拜访五祖，然后呢跟他交流这个《金刚经》的内容，然后也让五祖看一看，说这个小伙子真的，一听了人家读《金刚经》，他就觉悟了，他就明白《金刚经》的内容，他不识字，
可以跟我们聊，可是却能够跟我们聊《金刚经》的内容，而且竟然跟五祖教导的东西好像是契合的，这样子太不可思议了。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大家才会很感动，才会觉得对《金刚经》哇真的是不可思议，然后才会发心，用一笔钱去让慧能可以放心的去拜访五祖，这样子是不是才是一个完整的情境出来？如果没有把这个情境描述出来，你只是说，听到《金刚经》开悟了，捐我一大笔钱让我去拜访五祖，好像省略了，就直接跳到后面的内容去了，是吧？所以有时候我们读经典就是这样，我们要慢慢的去，甚至你可以了解到说，也许他故意的经典里故意就是省略这些内容的，因为他要让你自己去领悟，他把关键的头尾讲出来了，那你自己就要去明白里面的内容，因为毕竟诸佛庙里它是多层次的，很多的内涵，你想要用文字再怎么描述的清楚，也是不能够的。所以说，经典文字像文字化，就像写诗一样，他就画龙点睛，讲出一些关键点，剩下的东西，他认为你是能够去悟出来的，因为他已经把关键点讲出来了，剩下的你就可以合情合理的去领悟出来了。所以说，他才能够用最少的文字化的时候，才能用最少的内容，就像方文山填词200个字，就要表现出整体的故事和整体的情境。是不是？它铁定是画龙点睛而已，剩下的东西你自己去共鸣和领悟，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聊到这边就好。就是呢，从慧能听到《金刚经》，本身已经很难得了，不识字，然后又社会最底层的人，竟然能够遇到千里而来的旅客，然后呢，在客店里读《金刚经》，被慧能给听到，当下竟然慧能就听懂了，有所领悟了，开始跟客人互动，然后再来。其他的客人就赞助他一笔钱，让他能够放心的安顿好母亲去黄梅县礼拜五祖。今天我们就聊到这一段而已。好，那下一段我们就明天下一集再聊。所以这边我觉得非常精彩。我昨天在读这边的时候，我就这样看了一下嘛。我读经典习惯这样，我看一下，然后呢，我放轻松自然的去感受里面的画面，感受说，我对哪里有疑惑我对这个10两银子到底是多少钱不了解，我就用 AI 去问，然后问了之后，我更觉得，不对啊，那么多一笔钱，为什么人家平白无故送给你？就开始这样子慢慢的把经典里省略的内涵，我们慢慢把它完善化，所以读经就是这样的过程。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你看，虽然说这只是六祖坛经里面很不起眼的一段内容，对不对？可是因为它省略了很多东西，然后呢，当我们要去领悟，把这所有的东西把它画面重现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好多的内容去浮现出来。所以真正读经是这样子，不是说文字上去这个字什么意思，这个词什么意思，这一段什么意思，这样子是没有办法表现出它的内涵的。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读经典，就是这样，好像在探索一个宝藏。然后呢，当你慢慢的呢，把它内在所隐含的这些内容给串联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有意思哦，这样子。时间真的不够了，今天又不小心又聊好久了，好多了。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明天跟大家继续聊这个，后面还有一段，就是我要研究。我问 AI 说，到底从岭南新州这里到黄梅县东禅寺到底多少的距离？然后慧能花了多少时间走到那边？那这背后大概的画面是什么样子？就又去想象这个画面。那我们就明天的内容再跟大家分享。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咯，拜拜。